很多人以为南红只是又一部撒糖谈恋爱的偶像剧，但今天我要告诉你，真相完全不是这样的。这部剧真正想讲的是一个女孩用10年时间才敢直视的一场噩梦。魏亦凡回到家乡工作的那天，谁都没想到命运会把他和高中同学桑延重新绑在一起。久别重逢，两个人却像是彼此设下了一道无形的墙，见面装作陌生人，一次又一次的与 quote 偶遇与 quote， 谁都不肯先低头。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堵墙的背后藏着的不是矜持，而是恐惧。高中时期的桑延和温以凡其实早就互相有过好感，那是一段没说出口的暗恋，被青春的怯懦和一次误会硬生生掐灭在了萌芽阶段。多年之后重新遇见，两个人心里都清楚，对方从来没有真正被忘记过。可越是在意，越是不敢靠近，因为温以凡心里早已筑起了一道谁都进不来的墙。温以凡搬进桑延隔壁那天，看起来只是一场意外。隔壁的男人骚扰他，他无奈搬家，桑延的公寓被邻居家的火灾殃及，也要重新装修。两个原本毫无交集的人，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合租到了一起。表面上，这是一段轻松甜蜜的爱情喜剧开场，但如果你仔细看，会发现温以凡对与 quote 合租与 quote 这件事反应远比一般人激烈。他排斥男性靠近，排斥肢体接触，甚至对最基本的关心都会先本能的后退一步。一个正常人不会对善意如此戒备，他的每一个下意识的退缩，其实都是身体替他记住的语言从未说出口的答案。而这正是这部剧真正想讲的东西，不是甜宠，是创伤。随着剧情推进，温以凡的过去一点点被揭开。他曾经遭遇过不止一次的骚扰，上司、邻居、陌生人，每一次都在他心里画下一道新的伤口。但真正的核弹是多年前那一次，来自一个他称为与 quote 舅舅与 quote 的男人车兴德。那一年他准备考大学，车兴德的骚扰几乎演变成一场无法挽回的伤害。而更让人心寒的是，当他鼓起勇气告诉母亲的时候，母亲的反应不是保护，而是回避。没有人预料到，压垮一个人的往往不是伤害本身，而是最该保护你的人选择了转身离开。这件事的背后，其实藏着一个更残酷的真相。很多受害者最终选择沉默，不是因为不痛，而是因为他们提前就知道，说出来之后，等待自己的可能不是安慰，而是怀疑、指责，甚至是与 quote 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与 quote 这样的二次伤害。温以凡的母亲未必是不爱他，但那种下意识的回避，恰恰折射出很多家庭在面对这类事件时最真实也最令人无力的反应。从那天起，温以凡学会了一件事，什么都自己扛。他把所有情绪都锁进心里，用疏离和独立把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风。这不是性格，这是幸存者的本能。而这也解释了他后来所有看似与 quote 莫名其妙与 quote 的选择。多年后，车兴德再次出现在他的生活里，他跟着他到了南吴，甚至跑去他工作的电视台应聘保安，一步步逼近。温以凡终于意识到，这不再只是他一个人的噩梦，如果他继续留下，桑延也会被卷进这场危险里。于是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，不告而别，独自远走香港。如果你也觉得这件事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香港的这段日子是整部剧最安静却也最关键的一段。温以凡用假身份与 quote 桑女士与 quote 在那里教孩子跳舞，重新拾起了他多年前放弃的梦想。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也没有人知道他逃避的是什么。他第一次在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，试着重新认识自己。这段独自生活的日子说不上轻松，却是他人生里第一次真正为自己而活。不用扮演任何人期待中的样子，不用解释自己的伤口，只需要好好的把每一天过完。而桑延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寻找他，他跑遍了他可能出现的每一个地方，问遍了每一个可能知道消息的人。当他终于出现在香港街头，两人在人群中拥抱的那一刻，很多观众都哭了。但这一幕真正打动人的不是重逢的浪漫，而是它背后的意义。桑延没有拯救温以凡，他做的只是一直在那里等他自己走出来。
这才是整部剧最深的利益。事情开始变得清晰起来，这部剧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与 quote 男主治愈女主与 quote 的故事。真正治愈温以凡的，从来不是爱情本身，而是他终于愿意相信自己值得被爱，值得被保护，值得拥有一个不用隐藏、不用逃避的人生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支持谁？而这部剧播出后，争议也随之而来。有观众认为，9集之内安排女主遭遇6次骚扰，情节过于密集，甚至质疑这是在消费女性的痛苦来制造戏剧冲突。这种批评并非没有道理，当苦难被无限叠加，观众的共情很容易被消耗成疲惫。但换一个角度看，这些高密度的伤害，或许正是创作者想放大的现实。很多独自生活的年轻女性，确实要面对这样密集而真实的威胁，只是大多数时候，这些威胁被生活的表面掩盖，不会被拍成剧集，也不会被公开讨论。剧集选择把这些与 quote 看不见的角落与 quote 摆到台面上，本身就是一种态度，错的从来不是被伤害的人，该躲在阴影里的是那些伤害他的人。也有观众提出，比起被拯救的女主角，这个时代的观众其实更渴望看到独立自强和男主角势均力敌的与 quote 大女主与 quote。 这种审视是合理的，它说明观众的价值观正在从与 quote 被爱及完整与 quote 转向与 quote 自我完整才能被爱与 quote。 而南红某种程度上恰好站在了这个转折点上，既保留了传统言情剧的糖分，又试图触碰更沉重的现实议题。这种尝试注定会两极分化，却也正是它值得被讨论的原因。大结局里，桑延带温以凡回家过年，桑爸桑妈热情地招待他，把他当成家里的一份子。这个瞬间，温以凡终于拥有了他一直缺失的东西，一个不需要伪装、可以完全放松的家。而这才是3个 takeaway 里最重的一个，真正的治愈不是忘记过去，而是拥有一个可以安心谈起过去的人。第2个 takeaway 是，爱情从来不是拯救，而是陪伴。桑延没有替温以凡对抗他的过去，他没有替他去质问车兴德，没有替他去和解那段童年的伤痛。他能做的，也是唯一该做的，只是站在他身边，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，让他有勇气自己去面对那些他一个人扛了太久的东西。而最后一个，也是最戳心的一个，很多人看完这部剧久久走不出来，不只是因为桑延这个理想化的男友形象，而是因为我们都在温以凡身上看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。那个不敢说出口的委屈，那个假装坚强的深夜，那个明明很累却还是选择自己扛下去的瞬间。南红最终告诉我们的，或许就是这样一句话：你不需要完美，也可以被爱。你不需要先变得坚强，才有资格拥有幸福。你只需要愿意给自己一次机会，走出那场绵延多年的名为过去的雨。我们下期见。